我曾经是一个真正的小粉红，还记得当年北京奥运时，火炬在欧洲被抵制，我还在 QQ 的签名档写下过整个西方容不下一支火炬。我全家都在共匪的企业或者政府机构里面任职，包括我自己。真正对我造成触动的是08年汶川地震，全国像疯了一样到处作秀，大量企业逼迫员工捐钱。当时收到地震的消息，我第一个捐了100块，那时是真心想捐钱的。那天就只有我一个人捐了，结果第二天我休息，同事打电话来说你欠200块，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我怎么欠钱了呢？同事说行长规定每人捐300，而你只捐了100，所以还欠200。我当时就纳闷了，捐钱怎么还能规定呢？这不成勒索了吗？顿时感到智商人格受到了侮辱，断然拒绝。然后行长居然亲自打电话给我，我表示坚决拒绝，直接跟对方说不爽你可以炒掉我，但我绝对不接受勒索。后来得知，当时银行是先向某媒体表示已经捐了1个亿，事后再要求员工捐钱，而且当时还有很多企业逼迫员工捐钱，不捐就滚蛋之类的。就因为这件事，我顿时觉得整个国家一定是疯了，于是开始去了解共匪的黑历史，接着在网上发现了一种叫做翻墙软件的东西，然后看到了 YouTube， 然后就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时间是08年年底。的确，只要是在中共国出生长大，人人都曾经是小粉红，因为任何中国人都无法避免中共的洗脑教育，而这种洗脑教育又是从娃娃抓起的。然而我们所有今天在这里相遇的人，都是已经摆脱了中共洗脑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小粉红到非粉红的活生生的例子，我们自身的存在就可以证明，再严酷的洗脑也可以被摆脱，再严密的管控也可以被冲破。希望更多的祖国同胞可以早日醒来。分享我自己转变的故事。记得在疫情期间，由于小区被封，每栋楼出几个志愿者负责下楼买菜，然后给本楼的居民送上门。我就这样当了1-2个月的志愿者。没想到在小区解封的前几天，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共产党小组，然后把我们这些做了2个月的志愿者分配到共产党员的手下，他们忽然成为了我们的领导。领导们的工作就是代表我们这些非党员的志愿者去领各种奖状，做各种汇报。总结的内容呢，是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抗疫工作。想想我一个人每天累死累活的，拎着几十斤的蔬菜粮油，给我们楼栋里上下几十户人家送，有时为了赶时间都是一溜小跑下楼，最后感情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好。虽然这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对我触动很大。我就在想，脏活累活都是我们老百姓干的，奖励和成就都是共产党员替咱们拿着，这叫什么事儿啊？通过这件事，我的世界观就这样开始转变的。在2年前，我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粉红。那时候看新闻联播、反美、拥护领袖和执政党是我精神生活的主轴，甚至时不时念叨着24字的价值观。但念着念着，我开始反问自己，一直说富强，为何扶了几十年的贫还有6亿多人月收入不足1000？一直说民主，那为何我从小到大没见过1张选票？一直说自由，为什么在网上发出一点批评的声音就会被封号？一直说平等，为什么农村的孩子想在城里念书就这么难？一直说爱国，为什么说来说去都是在要求我去爱这个党？一直说文化自信，为什么海外所谓的辱华艺人和品牌可以随意封杀，而不是拉出来让我们讨论？为什么这24个字合在一起就像城市牛皮癣一样到处张贴，但分开来说，有的词就煽动颠覆了？这些矛盾逐渐冲击着我的一颗红心，直到暑假过后去参军，成绩和体测都合格。可是到后来要求我去走后门，我没走，便以政审不合格的理由被刷了下来。我的参军梦就这样被共产党扼杀了。不过时过境迁，我真的很庆幸自己没有应征入伍，没有掺和进这个大染缸。在这几个月后，我走在大街上，头顶压着的大屏幕播放着央视大内宣夸耀扶贫的种种德政，夸得天花乱坠，仿佛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俨然在中国的农村落成了。而不远处的几个在长庚冷炙里觅食的流浪汉又把我拉回了现实。这滑稽的一幕深深刺痛了我。
目睹这件事后，我再也不相信中共的宣传了，开始研究翻墙。我需要真相。我依稀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我自己在宿舍里翻墙成功了。那一刻，我真正有了一种得到救赎的感觉。那之后，我才知道共产党一些不为人知的黑历史和它邪恶的本质。我知道我再也不可能和共产党一条心了，我变成了这个国家的敌人，但我并不后悔。我是个台湾人，家里有从中国逃到台湾死忠国民党的外省长辈，也有从福建移民台湾好几代的本省长辈和客家祖先。不论家里的蓝绿之争怎么吵吵闹闹，我都曾经认为随着大陆的经济发展，社会越来越开放，人民一定会更自由，对民主的向往最终会超越专制。我总是期待着去中国探望那些远亲，和中国同事开电话会议时也充满热情。遇到对中国有偏见的人，我都会帮中国说话。后来我在海外加入中资公司，我的许多中国上司和同事们跟我说了不少中国的另一面，包括自己家里亲戚偷拍的上小学的孩子在学校接受爱党洗脑教育，各种官商勾结，死因离奇的人，国企里也有爱党教育，回中国办事遇到的官僚主义，中国海外企业是如何讨好中国使馆，而不像台湾是官方讨好台商们，还有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在中国频繁的出差以及和中国客户们的相处，也让我接触到许多中国特有的现象。我发现中共的渗透无所不在，篡改历史和官媒信党就不说了，连各种电影电视神剧都不放过。甚至台湾近年来不少亲共的红色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只会很肤浅地谈论经济发展的总量，而不会谈人均，只会看沿海的发达城市，而不看中西部的贫困地区，不探讨这是多少环境代价和牺牲了多少人的权益。刻意的隐恶扬善，最严重的莫过于资讯的不透明，并且释放假新闻混淆视听。我越深入了解和探查，我就越发现那个我所不知道的中国，中共是多么害怕被外界发现。大家好，我在中国长大，从小被洗脑成为少先队员，也就被变相的洗成了小粉红。但是我比较幸运，通过经商的父亲了解到了一些内幕，比如统计局数据造假和虚报是非常普遍的，而且还有35人定律，也就是只要发生事故，死亡人数通通不会超过35人，因为一旦超过，当地政府官员的乌纱帽就不保了。所以中国很多大事故都是那么巧合，死亡人数都是35人。这些让我逐渐确信中共的数据一向都是造假的。在一个独裁集权的国家，官员都是向上负责的，自己的仕途掌握在上面的领导手里，根本不需要对老百姓负责，老百姓再怎么闹也不会影响到官员的升迁。我运气比较好，2014年有机会出国留学，我看到了很多，长了很多见识，比较庆幸自己没有置身于这个水深火热的中共国里，在外面资讯更全面，让我看到了更多中共说的假话，给老百姓听的全是谎话。总结一下，就是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一切负面消息的责任全在美方，全在境外反华势力，一直甩锅，没有任何的担当。我感觉中共就像一个天天撒谎的人，所以我自然不愿意相信他。这样看来，小粉红由于信息闭塞，认识不到中共一直在撒谎，他们就很难有思想上的转变。谢谢大家。谁曾经不是个粉红呢？我去年还没学会翻墙的时候，曾经在网上大骂香港人暴徒。后来听说小粉红们翻墙出征时，我也想去。我先是学会了怎么翻墙，然后跟着去出征。但是我没有马上去跟着起哄，而是先看了看评论。其实这样做是因为我那时其实并不太了解香港问题的具体细节，只是在墙内听了些表面的东西。我怕一知半解就评论的话，让所谓香港废青们笑话，而连累了小粉红战友。但是看过双方的评论后呢，我开始觉得其实小粉红也并不是那么讲道理，逻辑也经常有大漏洞。于是我就开始怀疑自己之前的态度了，觉得要试图看看不同意见的新闻和视频，把事情了解得更全面一些。这一看不要紧，我开始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倒不是完全因为第一次看到了不同的立场，而是这些不同立场的新闻更新了我的思维方式，让我学会了独立思考，并从各方的角度看问题，从而培养了自己的同理心。我的经历说明呢，改变看问题的思维方式才是小粉红转变为正常人的根本。相信也有很多小粉红像之前的我一样，并不是不会或者不愿意独立思考，只是根本听不到和自己不一样的声音。一旦有翻墙的机会，他们中也是有一些可以变为我们的友军的。
还记得儿时的我，父母总是很忙碌，我每天都是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大概我5、6岁的时候，抱着每天对世界的好奇心，却只能过着没有同龄小伙伴的生活。最大的乐趣就是和奶奶一起看电视，电视里播放最多的就是抗战剧。我那时并不能理解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只记得那时看到的情节就是国民党千方百计对付共产党。我不理解为什么，随口问了奶奶一句：奶奶，共产党是不是坏的呀？我至今仍记得当时奶奶惊恐万分的表情，这是我在她脸上从没有看到过的恐惧。她大声呵斥我：闭嘴，小孩子什么也不懂，别乱说，别让其他人听见了。温和的奶奶突然变了脸，吓坏了当时的我。为什么奶奶这么害怕？我在心里一直反复问自己这个问题，难道共产党真的这么可怕吗？也像长辈说的，只要我不听话，晚上就会来抓小孩子的妖怪一样吗？从那时起，共产党是邪恶的就在我心里扎了根。如果想让我相信共产党也可以，除非没有人再怕他了。之前我是小粉红，当时家乡确实是高楼一栋栋建起，高铁也四通八达，家里也比以前富裕不少。在看了张维为的演讲后，心里热血沸腾，觉得中国最强大、最安定，其他国家都存在各种问题。直到我上了大学，离开家，发现原来穷苦的人无处不在，并且数量不少。大学没事时，我喜欢一个人到处乱逛，喜欢在热闹的地方转，也喜欢往人迹罕至的地方深入。我看到不少露宿街头的人，看到不少啃馒头就水喝，在路边休息的民工，看到这些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不像张维为说的那样。我开始独立思考，开始在图书馆看马列毛的著作，开始翻墙上网，看到不少真相。直到疫情期间，我在网上抱怨了一下习近平，之后便被派出所请喝茶，叫我写悔过书。我出来以后想了很多，现在我坚定认为，改革是救不了一个反动的政权的。自古以来，改革只能续命，而且就算马克思也认为，反动的旧事物一定时期是强大的，会扼杀弱小的进步的新事物，但最终新事物会发展壮大，把反动的旧事物消灭。为啥美国不怕中共渗透？就是这个道理，因为美国制度进步，中共反动，中共迟早要倒台，只是时间问题，加速吧。